程毅和王一博根本不在同一条赛道上，一场被误装了5年的擂台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？程毅和王一博这2个名字被放在一起炒了好多年，谁演技好，谁更红，谁才配叫顶流。可我越看越觉得，这场架从一开始可能就搭错了台。你想啊，王一博是团体出身 ，UNIQ 出来的，会跳街舞，是职业摩托车赛车手，先有全能偶像这个壳，然后反过来一步步啃演技。程毅呢？正好反过来，中戏科班，跑了将近10年龙套，身上几乎没有任何影视之外的标签，就是一门心思往演员这2个字里钻。一个从符号往手艺走，一个从手艺往，基本没往符号走。2个人是从相反的方向出发的，最后却被硬塞进同一个词里，顶流，还被要求站上同一杆秤比高低。这就是我今天想聊的，我们吵了这么久的谁更强，很可能压根不是一道题，而是2道。而公众一直在用其中一道题的答案去否定另一道题里的人。先说说大家为什么会自然而然把他俩摆一块儿。其实很好理解，年龄段接近，都是这几年最能打的男顶流，都靠古装剧爆过。王一博有《陈情令》，程毅有《琉璃莲花楼》，都自带庞大粉丝盘。表面看确实像一对天然的比较对象，但你把内核扒开看，就会发现一件事，他们相似的全是标签，不同的全是内核。王一博的底盘是多技能符号，跳舞连续好几季，这就是街舞的队长；赛车，这是有职业赛车手身份背书的，不是摆拍。再加上时尚代言，他是先把影视之外的影响力这张网铺得很宽，再回头来做演员。程毅的底盘是熬出来的手艺，他2011年就出道了，前面那些年基本在跑龙套演配角，一直到琉璃才真正爆。他身上几乎没有可供消费的影视外人设，你很难说出程毅除了演戏之外的第2个标签。这不是缺点，这恰恰说明他把筹码全压在了同一个地方。所以你看，把这2个人放同一个擂台，就像让一个铁人3项选手和一个专项马拉松选手比谁跑得好，你到底是在比全能，还是在比专精？这个问题不说清楚，后面吵1万句都是个说个话。先说程毅这条路，他赌的是什么？我的理解是，赌作品能不能扛住时间。演技这块得给具体的东西，不能空夸。琉璃里他要在同一个人身上演出多重人格的切换，沉香如屑里他一人分饰2角，甜和虐2种情绪来回拉扯。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莲花楼里的李莲花，这个角色最难的地方恰恰是不能演得太满。李莲花是个身负重病，把锋芒全收起来的人，大量的戏是靠眼神，靠停顿，靠那种看破但不说破的松弛感撑起来的。程毅在这种需要做减法的角色上，分寸感是到位的。评论界普遍认为他在细腻度和角色变化上有说服力，我认同这个说法。数据上也有背书，莲花楼先后入围了白玉兰、金鹰、飞天这3大主流奖项的提名，3大奖都能进提名，这个含金量本身就说明他这条路不是粉丝自嗨，是拿到了行业体系认可的入场券。但我不打算只夸程毅这条路的短板也很实在。第一，大银幕电影几乎是空白，他的战场基本都在剧集，电影履历撑不起来。第二，题材太集中了，古装仙侠武侠是他的舒适区，可现代都市其他类型的验证还不够。一个演员如果只在一种土壤里开花，你就很难说他的天花板到底在哪。再看王一博这条路，他赌的完全是另一样东西，影响力的宽度。商业价值这块是他最硬的地方，这2年的各家内娱商业价值榜，他基本稳居前列。代言矩阵铺的极广，时尚、汽车、3C、奢侈品全都有。更关键的是，他在影视之外的东西是真的，赛车是有职业赛照的，街舞是有真功夫的。这就跟很多人设营业的偶像拉开了差距。电影上他也不是没料。
无名春节档上映，跟梁朝伟这样的影帝正面对戏，最终累计票房931亿。能站在那个体量的正剧电影里，跟那个段位的演员搭戏，本身就是一种履历。同样，短板也得说清楚。纯演技是王一博争议最大的地方，评论界对他情绪层次和台词的打磨一直有保留意见，这不是骂，是行业里比较普遍的一种评价。他的清冷酷帅人设太强，反而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戏路的辨识度，让人有时分不清那是角色还是他本人的气质在打底。换句话说，他符号这一面越强，反而越容易盖住演员那一面。好，现在进到大家最想看也吵得最凶的一个点，纯演技到底谁更能打？我只在这一个维度上做直接对比，因为这是唯一一个他俩真正同题的地方。先把话说明白，在纯演技这个单项上，我认为诚意这一侧的证据更硬。不是因为我喜欢谁，是因为可验证的东西更多，角色跨度、情绪层次，需要做减法的克制型表演，以及3大奖项提名这种行业体系的背书。哭戏、台词、隐忍戏这些技术活，他交出的样本更经得起逐帧看。但我也不想把话说绝。王一博的表演是有一条明显进步曲线的，尤其无名里那种收着演不外放的处理，比他早期是有长进的。只是他起步的赛道不一样，他是带着符号的包袱在补手艺的课，而程毅是10年只干了手艺这一件事。在同一个单项上，一个是全职选手，一个是跨界补课，结果不同，其实一点都不意外。所以这个交锋点的真正意义，不是程毅赢了，而是他恰恰证明了两人根本不该被这么比。你拿专项去比全能选手的专项，当然是专项的人占优，可这说明不了全能选手的价值。聊到这里，我想给你一个能带走的行业知识，可能比谁赢更有用。顶流这个词其实偷偷混装了2套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，而这2套体系从来不用同一把尺。第一套是作品奖项体系，像飞天奖、白玉兰、金鹰这3大奖，尤其是白玉兰，它的评审团是由资深制片人、导演、演员这些业内人组成的，看的是表演本身，是作品质量。这套尺子量的是手艺。第二套是商业价值体系，代言数量、品牌等级、招商能力、各种商业榜单的名次，这套尺子量的是能带来多少钱和多大影响力，跟你演得好不好没有必然关系。你看，程毅的强项落在第一套尺子上，王一博的强项落在第二套尺子上。当你说谁才是真顶流的时候，你得先问自己，你手里拿的是哪把尺？拿错了尺子去量人，吵一辈子都吵不出结果。这不只是看这2个人，你以后看任何谁更红谁更强的争论，都可以先问这一句。现在回到我开头那个问题，程毅和王一博到底谁更强？我的答案是，这是2道题，不是1道。如果你问的是谁是更纯粹意义上的演员，那我敢明确说是程毅。角色跨度、克制型表演的分寸、3大奖项提名的行业背书，这一侧的证据更硬，这个我不和稀泥。可如果你问的是谁是更完整意义上的时代顶流符号，那答案毫无争议，是王一博。商业价值的宽度，影视之外那些真的技能，跨领域的文化影响力，程毅这一侧根本没在这条赛道上发力，也就无从谈起。所以吵了这么多年的那个擂台，其实是我们自己搭错的。他们不是对手，是2种活法，一个赌的是多年以后作品还在不在，一个赌的是此时此刻影响力铺得多宽。至于哪种活法更抗打，这个时间会给答案，不用我们现在替他下判决。我只知道一件事，下次再有人让你在这2个人里选一个更强，你可以反问他一句，你说的强到底是哪把尺量出来的？